他这辈子都在赢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优雅的输。如果一个人偏执到极点，自律到极点，他到底能把命运这块铁打造成什么样子？天赋只是入场券，而汗水才是你的护城河。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疲惫、想放弃的时候，想想那个在40岁还在每天吃水煮鸡肉的慢人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再坚持5%好像也没那么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传奇书签，我是阿水。在足球的世界里，人们喜欢聊天才，大家会聊梅西那种像是上帝亲吻我的双脚，那种与生俱来的律动感。但说实话，阿水今天要聊的这位，他的故事完全是另一个极端。如果说梅西是神的恩赐，那 C 罗就是人的极限。他是一个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精密仪器在维护的疯子。他在30岁后，大家都在等他走下坡，结果他硬是靠着每天吃白水煮鸡胸肉，把自己泡在冰桶里，把那个下坡路强行延后了10年。但现在是2026年，当我们回头看这位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传奇，我们看到的除了那900多个进球，还有什么？今天阿水不跟你聊他的冠军奖杯有多少，我们要聊一个出身贫民窟、心脏动过手术的少年是如何靠着近乎变态的自律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数据、一个品牌、一个不容许任何瑕疵的半神。而当这台完美的机器终究要面对衰老这个不可抗力的零件磨损时，他眼里的那些愤怒与不甘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？C 罗的故事起源于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岛马德拉。那里风景很美，但对当时的朗纳度家族来说，生活很苦。他的爸爸是个酗酒的园丁，妈妈是个厨师。据说当年妈妈因为家里太穷，甚至考虑过不要生下他。阿水觉得这种不被期待的开局，埋下了 C 罗一辈子都要证明自己是第1名的种子。12岁那年，他一个人提着行李离开家，去里斯本进去实训。在那里，他因为乡下口音被队友嘲笑。他怎么反击？他每天半夜偷偷溜进健身房，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变得最强最快，就没人敢笑他。这里有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，15岁那年 C 罗动过心脏手术，他的心律不整，医生说如果不动手术，他可能没办法再跑步。手术成功后几天，这小子就又回到了训练场。对他来说，生命不是用来享受的，是用来赢的。这种从底层爬上来的饥渴感，成了他一辈子的燃料。Forget the other Ronaldo at Real. This is the real Ronaldo, according to Sir Alex Ferguson, the first manager in Britain to spend so much money on an 18-year-old. The Portuguese starlets cost the Premiership champions £12 million, and chief exec Peter Kenyon believes he'll be worth every penny. 2003年，福格森爵士用1224万英镑把他带到了老特拉福。It's the $12 million being paid for an 18-year-old that's raising a few eyebrows, but Chief Executive Peter Kenyon believes he'll be worth every penny. 刚开始的 C 罗，大家叫他花蝴蝶，他喜欢花哨的运球，喜欢华而不实的过人。英超的后卫动作很粗野，经常把他撞得满地找人。这时候，福格森扮演了像父亲一样的角色，他告诉 C 罗，如果你想成为伟大，你必须停止表演，开始杀戮。这段期间是 C 罗的机械化转型期，他开始疯狂增肌，他每天练习1000个腹肌，他会在训练结束后找一条橡皮筋绑在脚踝上继续练习。他把足球从一种游戏变成了一种工业。2008年，他拿到了人生第1座欧元跟金球奖。那个时候，大家觉得这已经是巅峰了吧？但对 C 罗来说，这只是他数据帝国的开端。2009年，他以破纪录的身价加盟皇家马德里，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也是最感谢的对手梅西。这段绝代绝双的10年是体育史上最奢侈的时代。
梅西每进一个球 ，C 罗隔天就要进2个；梅西拿一个金球 ，C 罗就要练得更凶。这部分阿水看得很感慨。很多人觉得他们是仇人，但在阿水眼里，他们更像是互相照镜子的灵魂。如果没有梅西的神机 ，C 罗可能不会把自己逼成那样一个非人的境界。在皇马，他拿了4座欧元，他成了欧元历史射手王。他不再是那个喜欢踩单车的少年，他变成了一个极致精准的进球机器。只要球在禁区，只要他起跳，那个高度通常是人类无法防御的。他曾经在一次体检被发现，他33岁的他身体年龄只有20岁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这10年来每一顿饭、每1分钟的睡眠都是为了那90分钟的产出。但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。当 C 罗离开皇马，转尤文图斯，再回到曼联时，大家发现这台机器开始出现零件疲劳了。他依然能进球，但他的爆发力慢了0.1秒；他依然能起跳，但他落地后的复原时间变长了。最让阿水心疼的不是他的身体衰老，而是他的心态。他习惯了世界绕着他转，习惯了自己是那个救世主。当曼联的教练把他放在替补席上，当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不再是先发，他那些愤怒，他那些在镜头前的争议发言 Yes, I feel betrayed, and I felt that some people that don't want me here, not only this year, but last year too. 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平庸的恐惧。他不能接受自己变成2流，不能接受自己成为体制下的耗材。最后，他选择去了沙烏地阿拉伯。有人说他是为了钱，但阿水觉得他是为了在那里继续当他的国王。他那种对尊严的执着，有时候让人觉得傲慢，但更多时候让人觉得心酸。他这辈子都在赢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优雅的输。讲到这里，阿水想问问大家，为什么 C 罗的故事对我们这么重要？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梅西那种老天赏饭吃的天赋，我们平凡，我们普通。但 C 罗给了我们一个范本，如果一个人偏执到极点，自律到极点，他到底能把命运这块铁打造成什么样子？他用20年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，天赋只是入场券，而汗水才是你的护城河。虽然他在2022年的世界杯是哭着离场的，虽然他在职业生涯的末尾充满了争议，但当我们翻开他这本传奇书签，你会发现他最伟大的成就不是那些奖杯，而是他那种永不服老的灵魂。他是一个为了足球把自己活成了数据的人，这很残酷，但也很壮丽。现在是2026年，他还在沙烏地阿拉伯继续进球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疲惫、想放弃的时候，想想那个在40岁还在每天吃水煮鸡肉的曼人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再坚持5%好像也没那么难。人可以衰老，但不能随便被抹去。今天的传奇书签就翻到这一页，你觉得 C 罗这种极致自律的生活是幸福还是折磨？在梅西和 C 罗的对决中，你更被哪种灵魂吸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。我是阿水，传奇书签，我们下一页再见。